宅在家里想吃点甜点了，还好囤了些吐司，就用它们做个以假乱真的草莓蛋糕吧。把吐司的边边切吧切吧，把草莓也切吧切吧。打发淡奶油，我可没加糖哦，这样就不会吃胖了吧。该组装了，在我眼里啊，奶油和草莓就是绝配。草莓的清甜中和了奶油的浓香，吃起来就不那么腻了。最后简单装饰一下就可以上桌了，是不是超简单呀？好啦，我先去吃啦。这是我刚做好的豆腐蛋糕，超简单。如果你做失败了，就在评论区留地址，我给你寄一块。Really？ 用一盒内酯豆腐煮沸后，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打成糊糊。温水做底，奶油奶酪里加入糖、淡奶油，用你的麒麟臂把它搅拌到无颗粒，加入豆乳糊和融化好的吉利丁，搅拌到丝滑。面包做底，铺上一层蜜豆，倒入慕斯液，忍住泛滥的口水，放冰箱冷藏4小时。用吹风机热敷脱模。撒上抹茶粉，凹个造型，如此有层次感的甜品，真是吃了就停不下来了。你们猜我下期会做什么？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做甜点？我说人生都那么苦了，为什么不加点甜呢？今日甜点大理石棒蛋糕，这款蛋糕是我最常做给家人的，它口感扎实，满满的香味，冷藏1夜会更好吃。普通的棒蛋糕记好鸡蛋、黄油、糖、面粉的比例是1:1:1:1就好了。我这回做了个2.0高配版，加了一点巧克力粉，做了个漂亮的大理石花纹。大家都爱这巧克力，也许是因为它就像这人生，苦中带甜。哦，对了，我本周6下午4点直播教大家做这款蛋糕，一定要来哦。你知道提拉米苏的起源吗？据说是2战时期，一位意大利士兵的妻子将家里的奶酪和饼干做成了甜点，送给即将上战场的丈夫，寓意带我一起走。意大利的姑娘浪漫呀，所以姐妹们，快来做个提拉米苏送给老公吧。什么？你还没有老公？那你可以先送给别人的老公。提拉米苏的做法有很多种，咱们做过与众不同的，需要用到马斯卡彭奶酪、淡奶油和糖，把它们打发到固态。其实这就是提拉米苏啦，嫌麻烦的小伙伴就可以开吃了。但是不走寻常路的我，把它抹在了蛋糕胚上。说到蛋糕胚，我得多说一句，很多小伙伴问我为什么蛋糕发不起来啊？其实是你这一步就没做到位，一定要把蛋糊打到浓稠的状态。蛋糕是靠很多小气孔来支撑的，带进足够的空气，蛋糕才不会塌。接下来把提拉米苏一层一层抹在蛋糕胚上，最后再淋上融化的巧克力浆。天哪，这反人类的热量谁能遭得住啊？关注我，教你做更多的甜点。もしもし？怎样快速搞定一份精致的下午茶呢？我是小婵，今天的拿破仑包学包会哦。先来制作法式拿破仑蛋糕的酥皮，3张微微解冻的手抓饼合在一起，像字舟擀成长方形，然后把它对折2次，继续擀长。这样做的酥皮层次饱满细密。再用叉子给饼皮扎满小孔，防止饼皮在烘烤时膨胀的不够均匀。8分钟后，给饼皮加层油脂，放上重物压一压，这样烤出的酥皮均匀又工整。烤好的酥皮切成6等份，撒上糖粉，再烤5分钟，形成不灵不灵的糖壳。挤上奶油，简单点缀一些你喜欢的水果，颜值超高的拿破仑蛋糕就搞定了。精致的下午茶怎么能少得了饮品呢？自从拥有了这款奶茶机，我就彻底实现了奶茶自由，承包了整个夏天的快乐。周末和闺蜜在家小聚时，做一份惬意的下午茶，你看废了吗？もしもし？入秋的关爱不仅有奶茶，还要有他给你做的布丁烧。Hello， 我是小婵。今天的布丁烧融合了焦糖布丁的甜美和戚风蛋糕的松软，这是我第2次教你们做焦糖布丁喽。只要把屏幕上的材料搅拌均匀，再过遍筛，布丁液就做好啦。然后把布丁液倒在凝固好的焦糖上，就可以来做戚风蛋糕喽。戚风蛋糕绝对是新手烘焙路上的绊脚石。随堂小测验：戚风蛋糕的蛋清打到什么状态？尖尖角状态。哎，可以呀。然后怎么做？把打好的蛋清温柔地拌入面糊里。你可以毕业喽。最后把蛋糕糊挤在布丁液上，送进烤箱，焦糖布丁烧就做好喽。もしもし？适合万圣节送女生的小饼干，咬下去满口的杏仁奶香味儿，做法也非常简单，看完一定要动手尝试一下呀。我常常选用安佳黄油，奶香浓郁，风味纯正。提前在室温下把黄油软化，这样和糖粉在一起搅拌会更顺滑。有宝宝说怕长肉，可以跟我一样用安佳脱脂奶，口感清甜，喝一口就像来到了新西兰，可以变出百变料理。一杯的热量小于1个苹果，做出的饼干奶香味也很足。将面团擀成0.5厘米的饼，稍稍冷冻一下，这样刻出来的饼干更好脱模，烘焙小白也能快速上手。再配上精美的包装，是不是超级有成就感？
年輕的時候，以前也做过一次提拉米苏，这次想整点不一样的，做了个蛋糕胚。我最爱这款蛋糕，因为它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可盐可甜，百变又包容。因为没有统一的提拉米苏方子，只要有了马斯卡彭奶酪和淡奶油，至于加不加鸡蛋和糖，随你。没有马斯卡彭也不要紧，一般的奶油奶酪加柠檬汁也可以轻松拥有。百变是因为你可以在水杯里加上蘸点咖啡的饼干，抹上提拉米苏。如果想人生过得去一点，再来点绿。想要高大上一点的，可以铺在蛋糕胚上，外面再淋上巧克力淋面。说到淋面，我失败了2次，好在机智的我重新把蛋糕装饰了一下，真是烘焙路上又惊又喜呀！最后霍霍了那么多巧克力，谁帮我收拾一下啊？作为一个天津妞，在北京都没吃过正宗的煎饼果子，今儿自个儿在家整一套。绿豆面可是煎饼果子的灵魂，别太稀，搅和成这样就行了。热锅刷油，崴一勺面糊摊开。姐姐给我来套果子的，鸡蛋我自个儿带了，磕2鸡蛋，为了增加口感，摊在绿豆皮上，捣碎磨开，撒黑芝麻，等1分钟翻面，浇上豆瓣酱、豆腐乳、辣椒酱，撒上手葱，卷上果子，中间再切一刀。我们天津人只放果子或果篦儿，你要问我哪家最好吃，那肯定是家楼下的呀。完爆星爸爸的芝士蛋糕，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。我最近民中缺知识，你缺什么？今天不跑聊了，开始盘消化饼干。这个蛋糕完全不需要技巧，就是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倒到盆里，全程只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搅拌。搅拌成这样就可以倒模具了。烤盘里加上热水，烤1小时，自然晾凉就可以脱模了。冷藏1晚会更好吃。整个蛋糕口感很扎实，满嘴的芝士奶香，充分满足了我的重口味。你们一定要试试。何老师，您觉得我这碗香蕉双皮奶还成吗？只用到下面这几个材料：分离蛋清，把它打散。注入灵魂的香蕉牛奶，一定要过滤，不然你就会做成这样和这样的鸡蛋羹。盖上保鲜膜，拿出如沫沫的牙签，扎几个洞，放锅里蒸个桑拿，大概个半小时就蒸好了。包括做的造型，就开吃吧。岛屿化作小星星，海洋里放光明，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。思念化作绵羊群，钻进羊肠小径，告诉我不安的心，全都不可以暂停。